日照香炉生紫烟，遥看瀑布挂前川。飞流直下3000尺，疑是银河落九天。这里是庐山的三叠泉，应该有很多人是被李白的这首诗而吸引过来的吧。早晨在庐山的寒波口看了日出，休息了一会儿，下午去三叠泉。三叠泉这个景点是在庐山东线的最后一站，沿途可以经过庐山东线的很多景点。这个是庐陵湖。今天目的地只去三叠泉，沿线的其他景点改天去。植物园站已到，下车请携带好您的随身物品。从孤岭街坐景区的观光车到三叠泉大概要半个小时。这是经过的五老峰的入口，五老峰也是这次准备徒步去的一个地方。现在到了三叠泉的车站，下了车大概还要走1公里才能到三叠泉的小火车站。我这次去三叠泉准备坐一段小火车，这段小火车大概能省去来回2000级左右的台阶。去三叠泉的路都有路标指示。这个小火车往返的价格是80元钱。车在哪儿坐呀？好，前面这个就是下山的缆车，也是小火车。直接坐车是吧？这个就是上下山的轨道小火车。来看看坐着火车一路的风景。看旁边就是徒步的栈道。现在到了小火车的终点，如果是徒步也要走到这里头。据徒步的人讲，走到这里大概30-40分钟。下去要小心。那我就到时候就不拍了，就慢慢。都是这么陡是吗？上面更陡。上面还可以。哦，下面更陡啊。啊，有栏杆还好点儿。这是玩完三叠泉走上来的人。去三叠泉这里有一个关卡，很多人从这里玩完就直接从另一个门走了，但还有一些人因为住在山上要返回来，必须要在这里领一个进山卡，而且需要有2块钱的押金，必须是现金。换句话说，其实三叠泉景区是一个独立的景区，山下面有一个门，很多人可能是从那个门进来，但是要到这个地方必须要买庐山的门票，而住在山上的就不用再买了。从这里开始，往返的台阶大概2600级。现在开始往下去三叠泉。总的来说，从这里到三叠泉最下面的台阶还是非常陡的，所以不能边走边拍。我都是在短暂休息的时候拍一拍上下的台阶。
如果是往年来三叠泉的人，应该也是非常多的，现在人少了很多。没有，我等你们哥俩。二叠泉在哪里？已经到了，下面是二叠泉了。你没听到瀑布的声音吗？一路上有不少的地方可以休息。从这个角度已经可以看到前面的瀑布了。三叠泉顾名思义，一共有3层瀑布，总的高度大概150多米。今天到三叠泉游览的游客基本都是住在山上，所以看完了三叠泉的瀑布，又都返回上去了。对腿脚不好的人来说，这个1300多级台阶还是有一点难度，不过总的来说也没什么了。终于下到了三叠泉的底部，往上可以看到3层的瀑布。庐山的三叠泉瀑布知名度很高，有句话说，不到三叠泉不算庐山客。但是很多人以为李白那首著名的诗“飞流直下3000尺，疑是银河落九天”的瀑布并不是这个瀑布，而据一些人去过李白诗中的那个瀑布，说还不如这个瀑布好看。来看看眼前这个高达150多米的瀑布，基本是涓涓细流，没有气势磅礴的感觉，可能只有雨后这里的瀑布水量才比较大吧。很多人在瀑布下面的溪边嬉戏玩耍。因为庐山的瀑布只是名气大，并不壮观，所以很多人认为李白诗中的瀑布并不真的是瀑布，可能是庐山的云海瀑布。如果你心中充满着对李白诗中的向往，来到这个瀑布，可能会有一点点失望。但如果你放平心态，慢慢地享受眼前的景色，其实也挺美的。看下面这潭碧水，多绿啊！有不少一日游的背包客，结束了三叠泉的游览，直接从这里往另一个方向直接出去了，也就不用走回头路，爬这个1-2千级台阶了。其实从上面小火车的终点走到这个三叠泉最底部，大概也就1个小时。这是往回走上山，上山是原路返回。其实慢慢的走也没有大家说的这么难。这是前面抬滑竿的轿夫，这里滑竿也不便宜，从一小段300到全程往返1280。现在回到了进山口，需要出示刚才领的进山卡。这上面从上面有等着走。回程还是选择了坐小火车，我觉得这个往返80块钱还挺值的。当然，如果你又想
感受一下小火车，又想体验一下徒步，你可以回程坐一个单程的小火车，好像是50块钱。整个三叠泉的游览大约3-4个小时就够了。大部分人是把三叠泉的游览当作东线一日游的一部分。东线还有五老峰、植物园、庐陵湖、美庐等很多景点。考虑到今天三叠泉并不觉得很累，明天准备去爬五老峰。